欢迎观看《说文解字》双语教育视频系列。对于汉语初学者来说，墨和魏这两个字常常让人傻傻分不清。其实，区分它们的关键在于笔画位置，墨的上横较长，下横较短，而魏则恰好相反，上短下长。更有趣的是，这两个字在最初的造字过程中，竟然几乎是同义的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究墨与魏的起源与演变，了解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不同用法，并学习一些与之相关的常用词汇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对墨的解释，木上曰墨，从木，依在其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树的顶部称为墨。字形中，木作为表意部分，而一横则作为指示符号，标示位置在树的上方。与墨相对的是本字，《说文解字》对本的解释是木下曰本，也就是说，树的根部称为本。字形中，木仍为表意部分，而一横则标示在木的下方，象征树的根部。由此，本衍生出了根本这一含义，表示事物的基础或根源。在现代汉语中，墨由树梢的含义引申为事物的顶端或末尾。例如，本末倒置这一成语，字面意思是把树根即本和树梢即末的位置颠倒了，比喻在处理事情时，颠倒了主要与次要、本质与非本质的关系，或忽略了根本的要事，反而去关注不重要的部分。与末相关的常用词还有许多，例如，周末通常指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日之间的时间，月末指一个月的最后几天，期末则是指学期即将结束的那段时间，末班车指最后一班公交车或地铁，细枝末节则比喻事情中细小且无关紧要的部分。我们再来学习一下魏字。魏的字形特点是木的上方多出一短横，这一笔画象征着树木的枝叶繁茂。甲骨文字形中的魏像一棵枝叶茂盛但主干尚未长成的树，或是一根长着嫩芽的枝条，传达出事物尚未成熟、尚未到达的状态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魏也，六月，兹魏也。五行，木老于魏，像木虫之叶也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魏与口字旁的魏相关，指的是6月万物滋味丰美的时节。按照五行，木在魏月达到繁盛状态，字形则表现为树木枝叶重重叠叠的样子。这里的解释融入了五行和节令的观念，但魏的核心含义仍是上位或位层。在上古时期，墨与魏几乎都只带树梢的意思。后来，魏被借用来表示地支中的魏，因此表示树梢的意义就由墨字独自承担了。在12地支中，魏位居第8。如果用地支来表示月份，正月为寅月，农历6月则为未月。未月就是未成熟的月份，也是大丰收之前的月份。如今，未字的常见用法之一是表示否定。例如，未来指的是尚未到来，未必表示不一定。未遂意味着没有成功。未成年人指的是尚未成年、还未发育成熟的人，而未婚则是指还未结婚等等。现在，你明白墨与魏这两个字的区别了吧？学习汉语时，如果只是一味死记硬背而忽视对汉字本身的理解，那就是本末倒置了。在未来的学习中，我们应注重理解与应用，才能事半功倍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